欢迎啊！你那职业我特别喜欢，古建绘画就是那些古建筑掉了之后，你们重新描是吧？故宫、天坛之类的，你都描过啊？对，你可以啊。那你现在收入一般吧，就是啊。现在人家也能挣钱了，干嘛闹什么呀？他现在是能挣钱了啊，现在就觉得他人变了。我怎么变了？你怎么变？你心里边不清楚是吗？你以前还知道关心关心我，你现在知道关心吗？你们俩认识多少年啊？10年了，高中同学。哦。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人特别有上进心，也特别孝顺，而且也挺能吃苦耐劳的。我们毕业之后就在一起了。没想到他以前的这些优点，现在什么都不存在了。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个白眼狼。我对你哪儿不好了？用白眼狼这个词是有特指的。我们对有恩于我们的人，我们不思回报，反而要伤害他，叫白眼狼。你怎么能用这个词儿呢？他不是学那个古建彩绘的吗？古建彩绘学习的时间过程特别长，一学最少也要10年，这10年相当于就是没有什么收入。我们老家其实都是农村的嘛，我家里边条件要比他家里边条件好一些。我跟他在一起之后，他学徒这几年8年就出师了。这几年时间都是我跟我父母这代在支持他。他现在有钱了，长本事，就全都忘了，天天就想着怎么孝顺他父母。我父母对他的一些好，他从来都不提。现在他总是说他这个辛辛苦苦那8年期间没帮助过父母什么，就每月跟我提出来要给他父母1500块钱。我给我们家钱怎么了？我孝顺一下我父母有错吗？我没有说你孝顺你父母不对呀，但是咱们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吗？咱们一月能挣多少钱呀？能挣多少钱呀？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给过我们家钱，现在我有能力挣钱了，我孝敬一下我父母。你有能力挣钱了，那你想过我的父母吗？你学徒的时候我父母是怎么对你的呀？你想过他们吗？现在不是说我们家条件没你们家条件好吗？我没有这能力，现在在照顾你父母的，对吧？他现在是每个月要给他父母1500块钱。对，每月给他父母1500块钱。不给你父母这个钱。不给。所以你不高兴了。我父母为他付出，他从来都不提，现在就没把我父母为他付出的拿着记在心里边。我就觉得我长这么大了，快30了，从来没给过我们家钱，现在我有这份能力了，说我孝敬一下父母，我觉得我没什么错。除了这个问题，他还有什么变了吗？他以前对你，他现在对我也越来越不好，也不是都关心我，回来对我爱理不睬的，跟他说2句，说不了2句就开始跟我吵。那我每天的工作有多累，我已经说了，我就不是跟你说1次2次了。我现在咱面临着什么呀？还要还房贷，你知道我有多大压力呢吗？你压力大，我上学的时候跟你在一起时，我压力就不大吗？是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好，但是我都记在心里了。你知道我对你什么好？我发现你现在什么都忘了。见谁跟谁说你对我的好吧？两位，拦一句啊，你们还买房子了？在我们老家那边买了一个小点的房子。啊，谁家出的首付啊？基本是我家出的吧。因为我跟他在一起也不图他就是多有钱嘛，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他本身也没有钱，我也知道他家里边什么条件，只要对我好，孝顺父母就挺好了。他以前跟你父母关系好吗？以前跟我父母关系挺好的，学徒的时候经常有事没事的时候就去我家转转，知道我妈腰不好，还特意给我妈买一个治腰那种仪器，我妈当时都特别感动，有时候还去帮我们家干个农活之类的，什么都去。现在这些都没有了，所以你觉得他变了？对，就是那他学徒的时候的生活费完全是你出是吗？生活费基本是我跟我父母这边来出，因为上学的时候嘛，他学徒没有收入，我是一边打工一边来支持他的。哦，支持了。这些你都忘了是吗？等于支持了8年。我没有忘，但是我也不能说你对我的好，我天天挂在嘴边上，我见人说你对我有多好，我记在心里边，我看你记在心里边，你谁知道啊？你跟你说我花500块钱买一瓶眼霜怎么了？至于让你跟我大呼小叫的吗？500块钱什么概念呀？你是知道咱们生活多少？你怎么不说呀？我上学为你打工辛苦，我打工你怎么不说呀？来，别吵了啊，事儿慢慢说嘛。什么500块钱眼霜？就是那个有一次去商场嘛，因为我就想买一瓶眼霜嘛，然后我就看了一瓶眼霜，就是500块钱。当时其实我也没舍得买，我就是去别的地方又买了一30块钱的。后来我就想回家试探试探的，我就跟说这瓶眼霜500块钱，回来就冲我大吵大闹的，还把我身上钱都拿走了。我上学时打工，辛辛苦苦给你打工，我在外边冬天那么冷，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去饭店给人端盘刷盘子刷碗的，我手动成什么样了？我跟你抱怨过一句吗？我知道你想要一个数码相机，我上学辛辛苦苦给你攒，我省吃俭用的，我给你花2000块钱买个数码相机，我说什么了啊？我不是说想熬过这段时间，将来好了日子肯定什么都好了，面包也会有的吗？现在我们因为买一瓶500块眼霜，你跟我急是吗？
当时你跟我说500块钱，我知道吗？当时你要说30块钱，我也能理解。买一瓶眼霜都不行了。别净说你怎么长怎么短，你对我道，但是我知道你不能用这个。你一点都不知道，你早忘了，你往一干二净，你就是白眼狼。我没忘。我问你啊，26岁对吧？啊，对，河北农村的老家。对，农村。那按照你们农村的习惯，这岁数你们俩已经应该结婚了呀？啊，对。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？本来已经要打算结婚了，现在不是就没钱装修吗？贷款就是向我父母这边来借的，他现在也工作了，那装修房总不能再向我父母这边借了吧？那现在谁在还贷呢？我们俩一起还啊。因为装修不了房子，所以不能结婚，是这意思吗？现在这么多毛病怎么接呀？啊，他除了这个花钱胳膊肘向他们家人拐，你用钱他特别抠门之外，他还有什么变了？对我也不关心了。本身我的工作压力大很大，我就没有那么多精力天天在哄你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压力大，我压力就不大是吗？你工作我就没工作是吗？都大。他的所谓的变化，所谓的不关心，你能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吗？以前还是打电话问候我，现在也不问了。下雨天我让他接我，不接累。我没，因为我现在我没那么大的精力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不，这个工作到底有多累啊？有多辛苦啊？我要每天站最少站10个小时，就是那个站着工作，对，老是一个姿势不动，成天累月的这么着。小思，你了解他的这个工作吗？了解。是像他说的那么累吗？差不多吧，也就是。那你给他提要求呗，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要求是什么？好让老师帮你啊。我就希望他孝顺他父母，你也得想想我的父母啊，我父母都为咱们付出的呢。现在我也是想过，但是两全其美不了。没事。给他父母寄750，给你父母寄750不就得了吗？我父母不是因为他这钱的事，就是钱的事。我父母为他付出那么多，还在乎那钱吗？把房子都给我买了。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呀。他现在就是你吃不吃了，也不是说你每月非得给我们家，给你们家钱就得给我们家钱，你关心关心我父母。就你希望怎么关心？你给他提要求。帮我父母干个农活。去看我父母，出事那么长时间了，没去过我们家几次，这不应该，没给过我爸妈买过一件香药。你为什么这样？我不是不去咱家，因为我说我当过1天工，我就当过是人民币，刚出事我得奋斗。你们春节总是不用休的吧？春节你为什么不去人家呀？他就想陪他父母呢。我们家亲戚朋友呢，我也。你现在就这样，就他们家，跟我现在跟我分的那么清。那你春节去他们家了吗？他不去我们家，我也不去他家。那他学徒的时候那几个春节你们是怎么过的呢？学徒的时候，我还经常有时候去他家帮他父母干些活之类的，他也去帮我们家，挺好的。就是出事之后，就什么都变了。没给你家钱，我就是变了；我要给你家钱，我就没变。人家你个真是能用钱来说的吗？啊！你不是就是这意思吗？我父母当初是怎么对你的？你生病住院，怕你爸妈担心，我爸妈借钱给你来北京看病，来北京照顾你，这些你都忘了是吗？我没忘。现在你好了，你能挣钱了。你现在天天想着你父母，这感情能用钱来衡量吗？我是给你家，我把钱都给你家。别吵！你心里装着这姑娘吗？我装着，我要今天要不装着，我也不会来到这里。你要娶她吗？我要娶她。你会照顾她的父母，如同照顾你自己的父母一样吗？因为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未来条件允许，我当然会，我对他父母也会一样的。等到我父母都走不动道了，你才能照顾是吗？好，还有吗？没了吧？苦诉完了。你是把他带到我们这儿来让他们改造他的呢，还是怎么着？我这边今天来就想让专家老师这边点评，到底是我这边有问题，还是他这边确实变了？就是你们是来评理的是吧？就是希望专家给我们改善一下，因为我们毕竟也不想就这么着。就是不分手，分吗？这手？他要这样还继续分呗。他要这样就分是吧？对。舍得吗？就这么一个白眼狼，有什么舍不得？谁是白眼狼啊？你就是白眼狼。我怎么就白眼狼？行了，已经被骂白眼狼，就认了这个白眼狼呗。本来我不是白眼狼，为什么说我是白眼狼？好，你们俩口才真好啊！来，接着我们听听老师们是怎么看的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样谈恋爱太累了，就吵架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妹妹，你在乎他，你再帮他，你不能因为我帮了你，你就得还我，你不还我就是白眼狼，这不对。我没有说让他帮了我就得还我。那你的意思就是我爸帮了你，我妈帮了你，你凭什么现在这样？你就是白眼狼。你看你刚刚说了多少遍？那他总是孝顺他父母呀。他总不能说连他父母都不孝，都不管，你咋办他孝顺他父母，那我的父母呢？
他也管呀，他没说不管你。他没有管呀，你看你跟谁说话都吵架，谁的意见你不愿意听，我没说他完全是对的，你老是跟人吵架，你这种家过着日子烦不烦啊？将来你要生个孩子，为孩子还得打，谁给的奶粉多，谁给的奶粉少，还得打，孩子你爸带你妈带，你俩一定会打下去的，你觉得这样幸福吗？还有你也不对，他觉得他帮了你了，你还想娶她，你就觉得你把他刚说，人家主持人说对，你就1500全给你妈了。我就觉得我相信我父母。你看你也爱吵架，我还没说完就跟我吵。他觉得父母给你付出了很多，你适当的时候在乎一下他的感受。给爸爸妈妈寄钱没有错，我向着你说应该孝敬父母，这是一个男孩子最良心深处应该做的事情。给妈妈1000块钱，他妈妈条件好给500块，是你的心抠的跟什么似的。他就是30块钱就不生气了，500你就翻脸。因为当时我正需要钱的时候，50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小的数目呢。是道理慢慢讲，你吵什么架呀？真的弟弟，换一种方式，你们俩换一种方式交流，从小相爱，都说在一起是10年了吧，患难过来的，为什么不能一起开心呢？你说你天天吵架，你能把那故宫那东西画好吗？那是多少年的积淀才能站在那个舞台上，才能去帮他画，那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智慧。你虽然帮他修复，你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。你俩要想走下去，真的不要吵架。徐总怎么办？我想问男方2个问题。第一呢，女方包括女方家里人供养了你8年，那这8年当中，你们家在做什么呢？因为我父母没有多大能力，因为就是农村嘛，就靠种点地嘛。我理解我们家庭，因为我们并不富裕嘛。第2个问题，你是怎么向你的家里人描述你在现在城里的生活？我从来不说多苦，我都不会向家里人说的。你从不跟他们说你有多苦，你给他们感觉是你很光鲜，但是这种虚荣心导致了苦了你自己，同时也牺牲了你的女朋友。我非常想不明白的就是，现在你有了经济收入了，为什么不能以一种经济回报的方式去表现你对他们家的感恩呢？现在我们经济有限，2000取美不了，真的。2000取美就要孝顺你的家里人，对吗？现在这是你的逻辑是吗？我现在认为，我就觉得。所以这又反映你的第2点问题，自私。百事孝为先没有错，但是你是无视他们家对你的一个付出。你有孝顺他的父母吗？没有。一定要像一个男人一样给他一个依靠，这是你应该做的，好吗？女方，其实呢，你的付出大家都看到了，但是你绝不能够以自己的付出作为要挟他爱你的一个手段，给他一定的自尊，不要老把说我8年了供养你都是我们家人给你的付出挂在嘴头上，这样只能伤害你们俩之间的感情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你们俩还是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，一起能够走向幸福。听半天，那个男生啊，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你确实干得挺白眼狼的。人家姑娘家培养了你，你挣到的第1个月的钱，你没有孝顺人家父母一点，这一点非常非常白眼狼。不要说是女朋友的父母，就算是比如说我的一个老师，他在这10年里面，他很关心我，不只是每个月给我钱哦，只是关心而已哦。我挣到第1笔钱，我可能还会去给他买个礼物，更何况人家把女儿给了你，把家里钱给了你，还给你付了首付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你居然没有想到我要孝顺他们一点，自己有没有做错？错了。知道错就好。我经常说一句话，叫爱情生于贫困，死于富贵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很简单，一句话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就没有钱的时候无所谓分配，有了钱之后怎么分配这个钱，出问题了。你们就出在这个问题上面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？穷怕，所以他会去抓住每一分钱的分配，所以他会想着我要拿一些钱孝顺父母，或者放到我父母那边去存起来，等等的。我觉得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这种分配必须要做到一碗水端平。然后我要告诉你，人家姑娘真的是为了你这个钱吗？不是的，人家姑娘是为了什么？情绪。女人的情绪就是这1500块钱，你全部拿去给你爸妈没有关系，只要你给我妈买一个治腰的仪器就行了，可能只有200块钱哦，没有关系，50块钱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对我爸妈至少要有一些表示吧。对。这一点你觉得自己错了吗？错了。
姑娘，最后我要跟你说一些事儿。每个人啊，其实都在改变，生活有变化的时候，你们的爱情也会有变化。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？调整相处的模式。你不能再跟妈一样去训他了。一个男人有了尊严的时候，你还能这样去说他吗？他当然跟你急了，你要跟他耐心的去讲道理。你要让他来想办法去抚平你的情绪，抚平你父母的情绪。我觉得他不是个坏人。这个时候，我觉得你应该做的是给他更多的意见，而你应该做的是多听听你老婆的意见。这样的故事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数次的上演。一开始是恩情一片，最后呢是吵吵闹闹，它都有它必然发生的因素。我们仔细的回想一看，是不是这样？最开始一方面是默默付出不求回报，然后另外一方是默默感激知恩图报，到最后这个变成了喋喋不休无理取闹，这个后来就变成了恼羞成怒就恩将仇报。所有的故事就是这样上演的。我想对男生说的是，人的一生是不能欠太多的债的，欠了太多的债就没有自己了。人的一生就是在一个还债的过程当中，要还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要还女朋友的相守之情，还要还岳父岳母的默默付出，这本来没有问题。但是当发现大家一起来要债的时候，我先还哪个好呢？有些人的选择方式是按亲疏来分，先还外债再还内债。有些人呢是按喜好来分，我喜欢谁我就先还谁的钱。很可惜你用了第三种让我最讨厌的方式，那就是谁的钱多我最晚还谁的。你条件好你活该，你借了我钱反正你不急着用，我干嘛要还给你？这是最无耻的一种想法。人家钱多活该给你啊，钱多为什么不帮助别人非得帮助你呢？不就是因为把你当准女婿看才会借给你才帮助你吗？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你刚刚明明白白你嘴巴里面是这样说的，他们家条件比我好一点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先给孝敬我父母。我觉得我就孝敬父母，我真的没有多大的错。对，你孝敬父母单就这一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对于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你不想着如何去回报别人，这如何讲？如果要按亲疏划分，也应该是先还外债再还内债。你口口声声用一句话来做借口，我没有能力，所以我只能先还我父母的债，这什么道理？别人就应该对你施恩，然后再接受你的无情了？女方要的是态度，女方不是要的真金白银。你但凡是想有那种回报的心理，他今天不可能恼羞成怒成这般模样。而你为什么要喋喋不休？为什么要口口声声一个还来？男方心里一定在想，早知道你今天是这样的面目，当初我就不该借你这钱，是不是？你本来是一个多么宽容高大的形象，最后变成了一个讨债鬼。如果爱情是以施恩开始，以偿还来进行，那么当债务还清之日，就是恩断义绝之时。所以说爱情是相守相知，而那些所谓的债务应该是你们俩彼此共同的人生动力。那个债不光是他一个人债，也是你的债。不是你骗你父母，你父母会借钱给他去资助他，不因为你爱他，你父母会资助他。所以所有的债务是你们共同的债务，如果你们还爱着，你们就要共同承担这个所谓的债务，所谓的责任，而不是把它看成是彼此互相要挟的筹码。好意思吧？你们父母在台下听了会怎么想？你的父母会想，哎呀，我要是早知道我闺女今天会闹成这个样子，我当初就不该借钱给她。你的父母就会想，哎呀，早知道是一个这样的亲家，我们当初干嘛借他钱呢？我们就是卖鞋我也不借这钱呢，好吗？最开始的互相帮助变成了现在的恩将仇报，这就是人生的演变。不要这样好吗？把这个美好的故事把它有一个好的结局，双方都共同想一想，一个包容一些，一个感恩一些，共同去感恩那些养育过你的父母啊，帮助过他的你的父母，
和和睦睦在一块儿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，我不应该那么自私，只考虑自己的家人，不考虑别人。姑娘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那你也给总结总结呗。我不应该把以前一些事老挂在嘴边说。行了，这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好歹他们的话让你们冷静下来，重新去审视一下已经走过的路，想想剩下的各自那1分钟，你们怎么利用，怎么去把因为这点事儿所带来的对彼此的伤害稍微的抚平一下。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老师，我听了几位专家的意见，我也认识到我自己的错误，我应该都共同的善待双方父母，我真错了，我也不想失去我们这段感情，毕竟我们这么多年了嘛，我们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，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，请你原谅我吧。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地步。以前那么苦那么累的日子我们都一起走过来了，现在生活好了，我们现在却变成这样，难道真的能同甘苦不能共富贵吗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刚才那问题问的挺好的，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回头啊，去找那个曾经的最初啊。两位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你们觉得这一对儿啊，经过今天他们4位醍醐灌顶的教育之后，能不能明白一些事儿？觉得他们可以订婚的，请选赞成；不应该订婚的，请选反对。好，现场有91.30%的观众朋友选的是赞成，我们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来，一起数5个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就是爱你爱你，你怎么了？我再也不会对你不好了啊！就是爱你爱下一白眼狼有意思吗？是白眼狼。你不是说他是白眼狼吗？生气时说的。啊，不要口出伤人之言啊！他父母和你父母怎么对待啊？对我父母什么样，我对他父母什么样，好好善待双方父母啊。再问个问题啊，她是独生女儿，你们俩结婚以后，大年30在谁家过呀？在他家过啊，在我老丈母娘他家过，行吗？行。凭什么呀？真是行，一年一家啊，轮流来，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来有请。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这个套装的一个订婚礼盒，他们希望把这份代表着你对他爱的礼物和你送给他，告诉他爱要有你才完美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浪漫的时刻。嫁给我吧，试试。来，快当回家吧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